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刷爆网络的话题。赵露思在微博上公开控诉她的经纪公司银河酷娱传媒。这件事不仅牵扯到她个人的权益，还撕开了娱乐圈经纪合约的冰山一角，引发了全网对艺人处境和行业潜规则的热议。接下来带大家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。先说说事情的起因。2025年8月2日晚，赵露思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，标题就4个字：我不干了。这篇长文像一颗炸弹，直接引爆了舆论。他控诉了经纪公司银河酷娱在财务、健康和合约上的种种压迫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愤怒和无奈。简单来说，他指责公司不仅经济上侵权，还漠视他的健康，甚至通过合约把他逼到绝境。消息一出，粉丝炸了锅，路人也纷纷围观，整个事件迅速登上热搜。咱们先从赵露思控诉的具体内容说起。第一个问题，财务纠纷。他在文中提到，因为抑郁症，他不得不取消了一些代言和剧组拍摄。按理说，公司口头承诺会承担违约金，但结果呢？公司直接从他的工作室账户划走了205万元，还要求他继续赔付违约金。他爆料说，公司以咨询过律师为由，声称这种按比例赔偿是合法的，但却拒绝提供任何法律依据，甚至还欺骗他的财务人员签了分账文件。这事儿听起来就让人火大，一个艺人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就这么被公司拿走了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第二个问题，团队管理。赵露思说，他的工作室运营权完全被公司控制，导致团队几乎被架空，现在只剩下3个人，连个像样的助理都没有。更离谱的是，剧组解散的赔偿问题拖了8个月都没解决，公司还以家人生病为借口，搪塞他的解约请求，甚至威胁说要封杀他，让他闭嘴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拖延加恐吓吗？一个艺人表面风光，背后却连自己的团队都管不了，这种处境想想都觉得憋屈。第3个问题，也是最让人心疼的，就是健康压迫。赵露思公开了一份2025年7月16日的心理诊断书，显示她患有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，标准分别是73和75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而是专业的诊断结果。她控诉公司明知道她的病情，却隐瞒不报，逼她带病工作。比如在她身体最差的时候，公司还安排了满满的行程。更过分的是，公司还挪用他的资金去支付那些本该由公司承担的违约金，这简直是在拿艺人的健康开玩笑。赵露思在文中说，他已经被逼到心理崩溃的边缘，这种状态谁看了不心疼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合约压迫，这可能是整件事的核心。赵露思2023年续签的合约要到2030年才到期，业内估计，如果他想解约，可能需要支付高达4亿元的违约金，相当于他年流水的10倍。而且他还爆料，公司通过撤掉他主演的剧《许我耀眼》这样的方式截断他的资源，逼他就范。这不就是明摆着把艺人当赚钱机器吗？签了合约就像签了卖身契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面对赵露思的控诉，银河酷娱目前是什么态度呢？截至现在，公司基本保持沉默。7月份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否认过赵露思的解约请求，但这次事件发酵后，他们没有任何公开回应。这种冷处理的态度，反而让粉丝更加愤怒。粉丝们自发整理了一份公司七宗罪的长图，列举了公司资源倾斜、长期忽视网暴等种种问题，还发起了包场抵制的活动，抵制公司参与制作的剧，比如《桃花映江山》。可以说，粉丝们为了支持赵露思，已经是火力全开了。不过，舆论从来都不是一边倒的，这件事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。支持赵露思的人认为，他这次公开反抗是在为艺人权益发声。他揭露了娱乐圈艺人养权公司的畸形模式。数据显示，银河酷娱2018到2019年净亏损1亿元，靠着赵露思的爆剧才扭亏为盈。粉丝觉得他一个人撑起了公司，却被公司当工具人压榨，太不公平。还有人指出，娱乐圈对女艺人尤其苛刻。同样是维权，
男艺人被夸硬刚资本，女艺人却被贴上情绪化炒作抑郁的标签，这种性别双标让人寒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赵露思的发声让大家开始关注经纪合约的漏洞，提醒新人签约时一定要有律师介入。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，有些人认为艺人自己也要为健康问题导致的违约负责，按比例赔偿是行业惯例，没什么好指摘的。还有人质疑赵露思的公关策略，说她的心理诊断书只是基于主观问卷，可能是为了博同情，给公司施压。甚至有人说，当初续约是她自己的选择，现在后悔了就公开对峙，有点不负责任。还有人觉得，银河酷娱毕竟给了她出道的机会，双方应该私下协商，而不是把矛盾摆到台面上。接下来，咱们聊聊这件事可能的走向。首先是法律战的风险，如果赵露思和公司谈不拢，可能会走上法庭。她已经表示要报警处理经济纠纷，但要解约，她得证明公司在隐瞒病情或强迫工作上违约，否则就得面对天价违约金，甚至退圈的风险。其次，公司面临的压力也不小，如果他们继续沉默，粉丝的抵制可能会升级，比如抵制《桃花映江山》这样的项目。但如果公司选择硬刚，公开否认指控，就必须解释清楚划款和团队瘫痪的问题，否则只会让舆论更一边倒。最让人担心的是赵露思本人的处境，重度抑郁和焦虑不是小事，可能直接影响她继续从业的能力。粉丝们喊着还她自由，但业内人士担心她可能会被公司变相雪藏，资源越来越少，甚至淡出公众视野。这种情况在娱乐圈不是没有先例，想想就让人觉得心酸。最后，咱们来聊聊这件事的意义。赵露思这次掀桌式的反抗，实际上撕开了娱乐圈经纪合约的一道裂缝。艺人看似光鲜，实则被资本牢牢控制，健康和话语权往往成为博弈的牺牲品。他的发声让大家开始正视这种顶流养权公司的畸形模式，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艺人也是普通人，他们的权益需要被保护。不过咱们也要冷静看待一些信息，网上流传的公司高层殴打艺人这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实锤，公司前老板也曾公开否认。至于4亿元的违约金，也是业内推测，具体数额还得看合约条款。所以大家在吃瓜的同时，也别被谣言带偏了。总的来说，赵露思这次控诉不仅仅是一个艺人和公司的矛盾，更是娱乐圈长期存在的问题缩影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她已经用自己的勇气为行业敲响了警钟。希望她能早日走出困境，也希望娱乐圈能因为这件事变得更公平、更透明一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你怎么看赵露思的这次发声？支持她还是觉得她冲动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